大家好，我是大蜡烛啊。我们都知道，未来我们国家要面临很多人口结构上的挑战啊。最近我在看国家统计局官网前不久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年鉴里的数据显示，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降到了1/1045，出生率也创下了1978年以来的新低。那这一期我们就聊一下深度老龄化和年轻人的婚恋与生育困境这些问题啊。我们国家不同地区的老龄化到底到了一个什么程度，以及我们这代人的预期寿命究竟是多少？坚持看完，你一定会收获对这个话题一些独特的理解。其实今年讨论这个问题的媒体非常多啊，我不会在表象问题上讲太多啊，也不支持那些老龄化社会会彻底失去活力，大家都没有希望这种论调，因为更多的是制造了焦虑，却没有帮助大家把问题想清啊。我更希望这些视频能带给大家一些有用的东西。先说个人的一个结论。如果我们这一代90后或者是00后能主动的去重新构建我们整个大家庭的关系，我们的家庭是可以更好的适应老龄化时代，并在新的时代中获得幸福的。那为了更好的阐述这个问题啊，我会先说几个很多人对老龄化社会存在的一些误解。做这个选题，我有看关于老龄化的综艺啊、纪录片啊，还有书啊。先从很触动我的一个节目谈起啊，就是 B 站的一个叫《屋檐之下》的节目。这个节目在上海找了3位独居多年的老人，然后再找一些外地的年轻人，跟他们一起在同一屋檐下生活，对他们进行代际观察。它是一个类似一个慢综艺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节目啊。我看之前以为这就是那种传统的真人秀综艺，看了之后才发现它不是太注重娱乐性，他们会很深入的去讨论老年人的心理，以及让你看到一些可能你从你爷爷奶奶身上都没机会看到的一些老人的习惯。里面的人也会很认真的去讨论自己的生死观，会说自己可能想在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甚至有一个非常活泼外向正能量的女孩说，对她来讲自己的人生可能只体验到40多岁就可以了。很多的情节是很细腻的，毕竟这种话题可能是我们哪怕在生活中跟很好的朋友都不会去讲的。这个节目已经完结了，他先是从侧面告诉了很多人，作为一位老人哪怕你的经济条件非常好，你的生活依旧有可能是极其单调、千篇一律的，精神上是孤单的。其中有一位老人也是曾经国民级的明星，但是他参加节目前每天基本上是不出门的，因为是独居，家里的电视必须要通宵开着，晚上睡觉前要听着电视入睡。家里虽然不小，日常却都是坐在沙发同一个角落，在 pad 上玩麻将游戏，因为太宅啊，自己出门遛2只狗有时都是一种挑战，就一直这样独居生活了10年。还有一位爷爷也是10几年如一日，自己不做饭永远只去一家餐厅吃正餐，然后每天下午固定的去咖啡馆单独待一下午。在彻底退休前，爷爷应该也是一家企业的负责人，但是独居后睡觉时竟然很怕黑，日常出门永远要带一个有提手的行李当做拐杖。行李箱没有拐杖方便，但他这样跟拿一个拐杖比不会让人注意到他行动不便。今天上海的一些70、80岁的高龄老人的状态完全可以给我国其他地区出生于我国第2次婴儿潮的人做一个参考，也就是1965到1973年生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上海早在6年前就已经进入了深度老龄化阶段了。去年上海60岁以上的人口占比达到 23.38%， 是深圳的 4.4 倍。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地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 10%， 就算进入老龄化社会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也看这个节目他们选的几个上海当地的老人确实都是物质基础很好的人，甚至有的可以用相当好来形容，可他们离现代社会依旧是很远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儿女或者是孙辈都非常忙碌，老人反而显得时间更多，总是在孤独中渴望，年轻人反而时间很少，一直在忙碌中焦虑。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深度老龄化这种现象很多人会归因到工作的机制，以及现在拥有一个小家钱要面临的压力等等这些都是没错的。但很多人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目前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人都经历了人类平均寿命增速最快的阶段，但我们始终没适应这个变化。在过去200年中，人类的预期寿命一直稳步上升每10年增加2到3岁。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假设今天我们在国内的城市里随便找100个大学生，他们当中有多少人能活过100岁呢？
大家不用算，只靠直觉回答就行，可以把数字打在公屏上。如果和平发展长期是时代的主题的话，那这些大学生中起码能有一半的人，也就是50个人能成为100岁老人。不知道这个数据是否会令你吃惊啊？这个也是前2年在亚马逊非常热的一本书叫《100岁人生》给出的数据。他们使用的学术支撑是 Science 的一篇论文啊，我也放在上方了。那有的朋友可能说啊，我现在已经40岁了，是不是就没有这种福气了啊？没关系，这里也有其他年龄段的推测啊。如果你现在40岁，你有50%的概率活到95岁以上。如果你现在60岁，你有50%的概率活到90岁以上。当然，如果你现在是个初3以下的学生啊，你有一半的概率能活到105岁。约2年前，我在视频里讲过，癌症将会逐渐慢性病化，而今天这个认识的共识更高了啊，前提是把早期诊断筛查做好。所以这些测算，我个人也觉得是没问题的，是可以相信的。我们的确处在100岁老人爆发的时代。在日本曾有个有意思的习俗，任何年满100岁的老人都有资格获得一个酒器啊，一个银质的清酒碗。1963年推行这种做法时啊，全日本只有153个100岁老人，但到2014年发出的清酒碗已经超过了29350个。那么今天是多少呢？实际上他们这个传统2015年就已经停止了啊，因为达标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这里大家也注意一下，哪怕是100岁，离现在人类寿命的理论极限120多岁啊，也还有不少空间。实际我还是属于保守派的，寿命极限与平均预期寿命是不同的概念。目前我认为人类寿命极限的增长的确不是一个线性函数啊，2代人内可能130岁都突破不了，但也有极致的乐观派认为我们是很可能突破300岁寿命的。起点临近的作者雷库兹维尔也是谷歌的技术总监啊，他说我们通往300岁寿命有3座关键桥梁。第一座桥梁是遵守最佳实践医疗建议，以充分延长生命，比如尽量以110岁为目标，从即将到来的生物科学革命搭建的第2座桥梁中获益，然后想办法继续苟，再等待第3座桥梁的诞生啊，它能使我们从纳米技术创新中受益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将对老化的身体进行分子水平的重建这个估计多数人就觉得更科幻了。而且机械飞升暂时还缺不少学术支撑，我们就不讲太深了，还是先回来思考我们的100岁人生该怎么过。为什么谈100岁人生会显得很反常识呢？那在 Science 那篇论文里也指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各国的社保机构尤其是美国，在过去尝试做平均寿命预测时，很多都是长期偏低的，这会让这个社会对于年龄增速的认知都慢半拍，甚至慢几拍。但错误的认识如果难以适应真实的变化，人就会痛苦。举个例子比如我有非常多同龄的女性朋友，她们经常要面临家里的催婚压力，这个的真实压力甚至远高于工作带来的压力真的，尤其是来自于爷爷奶奶的。那往上2代的长辈提出催婚催娃的具体原因的确非常多，但不可忽视的是1930年出生的老人在形成他的价值观的关键时期人均寿命很低比如他们15岁的时候我们的人均寿命是跌到过35岁以下的。当然主要原因是当时婴儿的存活率很低，小孩5岁前患病夭折的概率也非常高。那为了有效尽早增加家庭劳动力，旧社会肯定得10来岁就结婚，这样才能保证总生育次数。但是今天生育不再是结婚最重要的目的。另外20多岁的女孩们未来生命长度是增加了很多的。虽然有人会强调最佳生育年龄这个问题那最佳生育年龄也是靠大量统计来给到一个区间的，这里也有个样本取样的年代与更新的问题。技术对最佳生育年龄的干预近10年进展也是飞速的当然我肯定不会说最佳生育年龄有延后的趋势，因此鼓励大家晚结婚我只是想用这个例子说明我们的社会结构与生活节奏有很大可能在方方面面还没有适应现在这个100岁人生的长寿时代。这个社会多数的价值观仍是主要受人均寿命60多岁70多岁的时代影响的，那当然是有问题的。100岁的人生比70岁的人生整整多出了26万个小时我们也可以说，如果你正在你的100岁人生旅途的初期，但是你的规划却是按照较短的生命长度设计的，那么其中的错位就会带来压力。20世纪的工业时代，人们会把人生分为3个阶段受教育期、就业期和退休期我国第2次婴儿潮出生的一代人
多数人典型的一生是受教育到20多岁，然后工作到55岁，再接着再度过4、5年的半退休的摸鱼期，然后60岁退休，享受剩下的小20年的生活。可是当我们自己的寿命结构已经发生了破天荒的巨大变化时，这些增加的时间按理说应该是在3个阶段都有些分配，寿命更长，不是全加在老年时光上。人在受教育期是无法实现经济独立的，全人类的平均受教育期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也都会造成部分人的婚恋期的延后，向社会输出个人价值时间点的延后啊。如果没把这个想清，就会产生很多对这个时代的疑问啊。你很可能一边听着家里人说20多岁按理说都应该有孩子了，一边想着我为了保研考研连对象都没了。或者即将博士毕业的你会很迷茫的想按理说30岁的人就应该成就一番事业了，可是我28岁才毕业该怎么办呢？所以很多人一部分焦虑的来源就是还在用旧时代的时间刻度去要求自己来，大家把误了打在公屏上。我再举个例子15年前媒体上很流行的一个词就是啃老族，当时甚至有媒体报道父母支持孩子考研会用啃一口书本啃一口父母这种说法，而且在当时这么报道还没太大争议。那这也可以说明当年我们对于新一代人的教育期拉长这件事的理解是滞后的。所以在今天一个人如果他想更长的延续他的学生时代，他想去读3个学位，你会理解他吗？估计很多人会理解，但也一定会有人表示一种担心，那就是教育期的拉长意味着上一代对这一代的金钱投入要持续增加，这对很多人是个很现实的问题，这会不会导致进一步的不公平？另外，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推导，我们可能还会得到一个我们不太喜欢的消息，那就是我们的第2阶段也是要被拉长的。更滞后的延迟退休将是必然趋势，而且不是1、2个国家的必然趋势，是全球的必然趋势。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在全球低生育的背景下一下子养那么多的老人。那针对以上2点问题，百岁人生的作者是这样解释的，他认为20世纪的这3个阶段人生的模板可能只是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虽然很多人觉得人生就是这样的，但这种单向的线性发展的模板应用的时间与人类历史相比还是很短的。如今的社会正在跨入多阶段人生什么阶段干什么事儿的观念将被弱化，人的一生将由很多小阶段组成。比如20多岁的时候你在学校学习，60岁的时候你可能会再次重返校园去读一个学位，65岁又去当游戏主播了再或者一个人在一个大企业干到30岁，干到了中层，然后他选择辞职休息去支教2年，等回来又花了1年写了一本书，紧接着他又去创业了这些情景在15年前是属于出现在小说中新闻中的传奇人生，今天呢可能只会发生在你我身边少数1、2个朋友身上，而在15年后这种现象会逐渐常态化，到时候按照年龄来判断一个人当下的身份会越来越难，每个个体的规划将深受个人喜好和环境的影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不同行业变化的加速度会越来越快你刚把一个模式玩明白，这行业忽然就没了多数的人可能没几年就要面临一个过渡期，但你完全可以把过渡期当成新的学习期，也可以当做休息调整的间隔期就算有更多的间隔期也不代表什么，无需自找压力。还有就是因为当下做的事儿不再与年龄挂钩，这个社会也需要越来越多的忘年交一起协同，未来跟不同的年龄的人打交道很可能是人最重要的一项能力，而这种能力显然也是在大家庭中的每个角色都需要对自己进行训练的。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个节目，我看到后面让我比较吃惊的是其实年龄很大的人他们选择单调的生活，往往不是我们想象的他们丧失了去体验新事物的欲望，或者他们排斥新事物。比如当我们看到年轻人引导老年人尝试去游戏厅玩游戏，尝试穿很潮的衣服，尝试外国的美食时每个老人是真的高兴且享受这个过程的，但是邀请他们进行新体验的过程也确实是漫长的。我觉得是因为他们要适应社会风气要有一个所谓老人应有的样子，在潜意识里压抑了自己很多需求。美国社会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曾提出过文化传递的3种形式即前域文化、并域文化、后域文化。在前域文化中，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这在人类历史上持续的时间最长。但到了工业革命时期，当手工业者的子女首次进入工厂时，人们发现
很多更有用的认知可能是靠同辈的年轻人一起探索来的。文化的传递方式主要是同辈之间的学习，人类进入了并育文化的主导期。那后育文化时代则是长辈开始反过来向晚辈学习尤其是在网络空间中像 B 站绝对是当下国内后育文化的先锋地但是还是我们前面说的，可能未来更高效的一种形态是我们不再在意年龄这种标签。20多岁的人有可能会与70多岁的人上相同的课，在同一个小组中配合授课者可能是50多岁。在疫情前北大的一些选修课课堂上这都是很正常的现象。而在企业里，同部门间的人们的年龄跨度也可能会越来越大，而他们需要一起配合工作。所以已经到来的长寿时代是人类发展的又一个十字路口。很多南欧国家就是陷入了工业时代的路径依赖，社会财富又不平等，国家自己又债台高筑，让社会变得更公平，应该是长寿时代唯一的解法。当然，作为个体，如果我们不得不去适应这个趋势，大家庭里父母、儿孙多代人之间的配合也显得尤其重要。因为每个个体在多阶段的人生中持续的成功确实不是常态，多数人很可能需要在更多的过渡期向家庭成员寻求经济上的支持、情感上的理解、心理上的依靠。我也想跟看视频的你说其实你的父母未必就真的不懂你在做什么这只是我们臆想出来的屏障。就好比很多父母也会猜测孩子会不会因为忙碌不想接到父母的电话，那其实我们知道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你也可以尝试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你的家人，看看他们有没有意识到自己将有更长的人生。在视频的最后我也想起了经常出现在中学阶段作文考题中的一段文字。我慢慢的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的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必追。也许是时候转变这种观念了。我是大蜡烛，我们下期再见。